过去法国队的中场巨星博格巴，今天摩纳哥队已经决定和他解约。33岁的博格巴已经被告知，他可以自由寻找新的机会，俱乐部预计会支付他剩余的工资。其实在去年年末的时候已经有风声，当时博格巴和俱乐部主席的沟通很顺畅，也说服了高层选择对他耐心等待。这个夏天，博格巴只在7月18日的第一场热身赛踢了下半场，随后4场友谊赛全部缺席。上赛季困扰他的右边膝盖的旧伤再度发作，在周二队内小型对抗训练中，他左腿、大腿再度受伤，下午将接受核磁共振检查，确认伤势严重程度。那么这样看来，博格巴的身体已经废掉，随时可能退役。过去4年时间，他一共就踢了20场比赛不到。作为历史级别的身体、技术和天赋，一手好牌最后打得稀烂。2014年他拿到世界杯最佳新秀的时候，谁都会预期他会有一段传奇辉煌的职业生涯。可一系列后来发生的事，在整个足球史上都很少见，也是太可惜了。博格巴、桑乔、马夏尔、林加德、拉什福德都是曼联出来的大神，现在还能在主流联赛踢球的也就只剩拉什福德了。好的，感谢大家的点赞，感谢您的热推。这里是老 K 足球新闻，一个有温度的足球频道，咱们明天再见。而最让人唏嘘的是4年前，当时爆发的博格巴家族敲诈勒索和内讧的丑闻，他的亲哥哥甚至公开指控说，弟弟博格巴曾经聘请巫师对法国国家队队友姆巴佩施展巫术下降头。那是2022年8月，哥哥马蒂亚斯在社交媒体发了视频，发了长文，扬言要揭露博格巴的惊天丑闻，声称博格巴为了在欧冠和国家队比赛压制姆巴佩，或者为了防止自己受伤，曾经通过家乡几内亚的家族关系找到巫师做法，对姆巴佩下了咒。但在此之前，博格巴已经向意大利和法国警方报案，说自己遭到有组织的敲诈勒索。犯罪团伙包括他的亲哥哥马蒂亚斯，还有多名童年的好友，他们勒索博格巴1300万欧元。而这段巫师诅咒的黑料，就是这群勒索者用来威胁和对他施压的筹码。后来博格巴在接受法国警方调查和听证会的时候，承认自己确实接触过相关的巫师，但坚决否认这是为了诅咒姆巴佩。他解释说，找巫师纯粹是为了在非洲当地开展人道主义慈善项目，帮助贫困儿童祈福而不是恶意陷害队友。事件曝光以后，姆巴佩在公开场合表示自己选择相信博格巴，还说这不会影响两人在法国国家队的关系和信任。事情就这么个事情，至于几分真几分假，老 K 不下断言。但我知道的另一个知识点，下降头下诅咒这件事如果不成功，诅咒会反过来反噬自己，这也是各种神秘学的解释。据说施加恶意会释放负能量，如果对方气场强大，自带防御，那么这能量会原路折返。佛教和亚洲东方的神秘学强调因果报应，恶毒诅咒一旦被第三方破解，伤害会加倍施加给始作俑者。而西方神秘学，例如巫术，则讲3倍回报定律，投射的恶意无论成功与否，最终都会3倍反弹给自身。而这里老 K 再说一段新闻，4年前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决赛前，当时阿根廷民间女巫组织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条真实的警告，呼吁自己家球迷千万不要向法国队，特别不要向姆巴佩施加诅咒。这怎么回事呢？要知道在南美洲文化中，巫术和神秘学很有市场。2022年世界杯期间，就有数以百计的阿根廷女性在社交媒体上自发组成了一个协会，叫阿根廷女巫协会。他们的主要工作并不是害人，而是要施法保护阿根廷队。他们通过设立祭坛、燃点蜡烛、使用塔罗牌等等方式，试图吸收梅西和阿根廷队员身上的负能量。据说他们在对阵荷兰、克罗地亚等球队的时候，就经常将对手的核心球员的名字写在纸上，然后放进冰箱里冷冻，认为这能成功削弱竞争对手的运势。但在和法国的决赛开打前，该协会却突然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置顶的警告，呼吁所有同行和球迷绝对不要去冷冻法国队。他们给出的理由是，法国队的球员受到了黑暗实体的保护，法国队的能量场非常诡异，如果强行对他们下咒，这种负面能量会被直接反弹，从而导致施咒者或者阿根廷队自身的运势受损，也就是我们说的反噬。当时阿根廷女巫们特别强调，
在姆巴佩身上看到了非常强大的黑暗力量，警告大家一定要避开他，千万不能诅咒姆巴佩呀。所以博格巴哥哥亲自爆料也是在22年8月。巧合的就是博格巴后来因伤彻底无缘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而姆巴佩则在赛场上状态神勇。所以有网友调侃原来博格巴是用舍命的一击帮阿根廷探明了法国队的魔法抗性。还有人说博格巴就是因为不听劝，被姆巴佩的防御反噬受到了魔法伤害。最终那一场决赛，阿根廷女巫协会建议所有的球迷放弃攻击性的巫术，改用正能量的祈祷和冥想来纯粹支持阿根廷队。所以那场名垂青史的决赛中，尽管被点名的姆巴佩上演了惊天的帽子戏法，确实姆巴佩展现了可怕的赛场统治力，但阿根廷仍然通过点球大战击败了法国，夺得世界杯冠军。4年前世界杯期间这一场魔法大战，至今都让老 K 觉得有趣儿，啼笑皆非啊。C 罗突然在社交媒体晒出了一张2只手无名指上都戴着戒指叠在一起的照片，并且配文 C 和 G，C 代表 C 罗， G 代表乔治娜。紧接着每日邮报报道， C 罗和乔治娜已经在葡萄牙举行了低调的民事婚礼，两人在恋爱10年后正式结为夫妻，5个孩子也出席了这场私密的仪式。C 罗的发言人已经证实了这个消息，说两个人今天在卡斯卡伊斯举行了民事婚礼，现在已经正式结为夫妇，仪式私密而温馨。这一则消息距离大家以为他们要在丰沙尔大教堂完婚只过去了几天，当时成千上万球迷聚集在教堂外，但后来才被证实那里举行的并不是 C 罗的婚礼，而是一对和他们毫无关联的马德拉夫妇的婚礼。果然是 C 罗呀，这保密工作做得太好了。他们如果想举行个盛大的公开婚礼，那会收获无数的聚光灯，赚一大笔钱。但不得不佩服真君子谦逊低调，他在球场上虽然高调，但私生活一直是低调的。好，今天的转会市场，罗马诺已经 Here we go， 大巴黎签下了帕尔马的日本门将铃木彩彦，转会费3500万欧元。巴黎队考虑先将他外租，确保能获得稳定出场时间。铃木彩彦将以租借的形式加盟尤文图斯，没有买断条款。对巴黎队来说，这笔引援除了竞技层面的考量，主要是有一定商业价值。巴黎队希望继续扩大自己在亚洲，尤其是日本市场的影响力。此前他们已经失去了在亚洲市场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李刚人。另外，巴黎队正在推进想引进年轻的比利时边锋米卡古茨，目前最大的障碍是阿贾克斯俱乐部的要价，对方依然要求收取6000万欧元的转会费。巴黎队还在继续谈判，各方都对达成最终协议充满信心。大巴黎管理层非常欣赏球员的心态以及能够胜任锋线3个位置的能力。此外就是引进费兰托雷斯的事儿，球员团队方面已经达成协议，费兰托雷斯和巴塞罗那的合同还剩1年，巴萨希望能获得5000万欧元的转会费。目前这件事儿还没有取得新的进展，球员将在本周3归队参加巴塞罗那的训练，但预计本周内整个事情可以搞定。而巴塞罗那想引进的小蜘蛛阿尔瓦雷斯，球员现在没有改变离队的意愿，仍然坚持要离开马竞，但马竞方面也没有改变他们最初的态度。现在小蜘蛛正在训练基地和马竞的体能教练一起训练，在训练中能看到他表情严肃。现在主教练西蒙尼正在享受2天的假期，小蜘蛛还没能和他交谈，也没有见到马德里竞技的 CEO 吉尔马林。过去这些关键时刻通常是由这位首席执行官负责掌控。今天小蜘蛛的经纪人和他一起抵达了训练基地，想和俱乐部讨论未来。那么今天有消息说，马德里竞技的 CEO 希尔马丁私下里已经确认，他永远不会同意让阿尔瓦雷斯转会去巴塞罗那，他永远不会批准这样的交易。而且他已经曾经公开表示过，无论报价是2亿欧元还是更多，交易都不会发生。所以马竞的体育总监阿莱马尼最近已经告诉了阿尔瓦雷斯，马竞是不会将他卖给巴萨的。至于球队内部，马竞的队友们愿意以正常的方式应对现在的局面，全队支持阿尔瓦雷斯，保持着良好的训练氛围，想让他感到舒适、平静和快乐。如果小蜘蛛留下，他们将在竞技层面帮助他，让他发挥出最佳水平，并在马竞过得开心。所以大家认为，现在对小蜘蛛最好的做法是正视自己过去的言论，承认那是个错误，并向球迷公开道歉，然后在球场上证明自己能扭转局势。总之，更衣室没有任何问题，队友们会帮助他。据说巴塞罗那已经给他设下了时间线，如果下周仍然没有进展，
老塔罗将成为巴塞罗那头号备选。但国际米兰方面希望留住自己的队长，28岁的老塔罗转会费估价8500万欧元，他也是整个意甲联赛现在薪水最高的球员，周薪27.4万英镑。排名第二是国际米兰巴雷拉 19.8 万英镑，第三国米的切尔汉奥卢 18.3 万英镑。而法甲联赛薪水最高的球员前10名全部是大巴黎，排名榜首邓贝莱 29.9 万英镑的周薪。德甲联赛同样排名前10的高薪球员全都来自拜仁慕尼黑，头把交椅哈里凯恩 41.1 万英镑。英超这边第一是曼城的哈兰德 52.5 万英镑，第二利物浦范戴克 35 万英镑，第三名曼联的拉什福德 30 万英镑，第四名曼联的布鲁诺费尔南德斯 30 万英镑，第五名曼城格拉利什 30 万英镑，第六名阿森纳萨卡 30 万英镑。好，西甲这边第一名第二名同样来自皇马的姆巴佩跟维尼修斯都是 51.3 万英镑，并列第三的是马德里竞技奥布拉克、皇马贝林厄姆、巴塞罗那亚马尔，同样是 34.2 万英镑。第六名毕尔巴鄂竞技尼科威廉斯 28.2 万英镑。可以看到英超可能是全球最富有的联赛，可西甲给旗下10名最高薪球员支付的平均薪资会更高。好，意甲方面，那不勒斯的中锋卢卡库已经加盟费内巴切，罗马诺 Here we go， 转会费700万欧元，切尔西能够分得280万。33岁的卢卡库伤病缠身，身体已经不比当年。另外，皇马据说恩德里克将在新赛季继续留下，他愿意留在皇马为自己的主力位置奋力拼搏，最终是球员本人的意愿加上俱乐部共同敲定了留队方案。皇马高层、管理层和主教练穆里尼奥也一致决定留下他。20岁的恩德里克关键身高只有1.73米，他未来能不能成为世界级巨星，得学习梅西、阿尔瓦雷斯、老塔罗那种踢球的思路。好，还有曼城这边卖不掉的中场球员卡尔温·菲利普斯终于租借加盟了谢菲尔德联队，罗马诺已经 Here we go。 今年2月，菲利普斯在租借加盟谢菲尔德联之后遭遇膝盖伤病，上赛季仅代表球队出场3次。现年30岁的他和曼城的合同将在2028年夏天才到期。菲利普斯的职业生涯也是高开低走，4年前以4900万欧元从利兹联转投曼城，但从此就一路下滑，租借去过西汉姆联、伊普斯维奇、谢菲尔德联，就再也找不到自己曾经有的状态了。好，阿森纳这边他们已经将斯凯利推荐给曼联和切尔西，在以7500万英镑签下了吉马良斯之后，阿森纳想通过出售斯凯利回收部分资金，但最新传闻曼联和切尔西都拒绝了签下斯凯利的机会。这位即将年满20岁的小将在阿森纳是左后卫，上赛季末的阶段他表现积极，但主要的贡献是被调整到中场之后完成的。可现在枪手在后腰位置人才济济，除了吉马良斯、赖斯，还有苏比门迪和梅里诺。而切尔西今年夏天将库库雷利亚出售给皇马后，他们签下了巴列卡诺左后卫查瓦里亚，填补了空缺，所以对讨论斯凯利的转会没有兴趣。曼联同样直接拒绝了引进斯凯利的可能性。好，拜仁慕尼黑现在正在和阿斯顿维拉就卖出帕里尼亚进行谈判。关于这位31岁的葡萄牙中场的租借，两家俱乐部已经谈判了将近1个月。拜仁目前要价3000万欧元，既可以是永久转会，也可以作为租借期满后的买断条款。球员本人对加盟维拉已经越来越感兴趣，据说这件事情已经进入倒计时。好，另一方面，国际米兰正准备报价求购托特纳姆热刺的边后卫斯彭斯，国米相信能把转会费压到4000万欧元以下。而前段时间世界杯刚结束的时候，热刺对球员的标价是4500万欧元。与此同时，球员本人也想要加盟国米。至于热刺队的中后卫罗梅罗，现在已接近转会马德里竞技，谈判已取得很大进展，交易到了最后阶段，转会费大约为2000万欧元，但也会有不少浮动条款。为了引进阿根廷主教练西蒙尼点名要的这位阿根廷球员，马竞愿意继续投入资金。另外有消息说，球员之前想去巴塞罗那，但无论是主教练弗里克还是总监德科都没有对这笔交易表现出兴趣。热刺呢又不愿意将他卖给枪手，毕竟是北伦敦德比的死敌嘛。罗梅罗如果成功去到马德里竞技，年薪会达到600万欧元。目前各方都对完成交易充满着信心。与此同时，马竞还想租借尤文图斯的阿根廷球员尼古拉斯·冈萨雷斯。国际米兰和罗马也有兴趣，但只是询问过，没有报价。尤文图斯的态度，要人可以，但坚持直接永久出售。
好，今天的重磅新闻还有，知名的转会记者罗马诺在一则很神秘的帖子里暗示自己可能即将转行。过去他多年来一直在社交媒体不间断发布转会新闻，但他在一段贴文中写道：我大概不会再像现在这样长期待在转会市场行业里了，是时候改变做法，改变视角了。但这会是另一个话题，要等到转会窗关闭后再说。不过这些数字还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独家消息、突发新闻带来的肾上腺素、意料之外的反转，从毫无关联到最终敲定交易等等对我来说，这种感觉始终无可替代。过去的罗马诺一直凭他标志性的 Here we go 口头禅，在社交平台上积累了将近3000万粉丝，而在另一个平台上，他的粉丝接近5000万。2022年，罗马诺曾经透露，在转会窗期间，他有时候每晚上只能睡4个小时，自己的手机屏幕使用时间在一天内超过17个小时。所以世上所有不变的只有变化本身。不知道在他离开以后，咱们的夏天、冬天转会窗口是不是会更寂寞呢？好，轻松一下。巴西队克鲁塞罗队的新援卢西亚诺·罗德里格斯，他在自己的亮相仪式上却被女友放了鸽子，场面非常尴尬。当时他正在庆祝加盟球队，女朋友也陪他出席了这一天特别的活动。过去女孩子一直被称作乌拉圭版的金卡戴珊，而罗德里格斯这次没有入选乌拉圭世界杯26人大名单，如今是以租借形式加盟巴西豪门。在台上23岁的射手签下合同以后，立刻和女友一起拍照，可是刚拍了照，球员想亲一下自己的乌拉圭模特女友，女朋友却在摄影师面前掉头就走，直接让他扑了空，留下球员只能尴尬地摸摸自己的头发，希望没有人注意到这个失误。但这段视频已经被上传到社交媒体上，迅速走红。23岁的女网红齐亚瓦里亚随后解释我进去后跟他打了招呼，离开的时候我非常紧张，那一刻我有点不知所措，所以我更想给他一点空间，没有不尊重他的意思，也没有他们说的那种情况。好，另一边，热刺的西班牙后卫波罗在社交媒体分享了自己向女友求婚成功的喜讯。小两口从24年前后开始交往，此前他的女友马里亚已经有一个女儿，名叫卡拉。2025年9月，两人迎来了共同的第一个孩子。波罗在社交媒体写道：他答应了我们的爱情，我们的家庭，而现在还有属于我们的永远。过去波罗最出名的是和菲利克斯的女友是男闺蜜，所以看到他第一时间大家就想起了菲利克斯。好的，感谢大家的点赞，感谢您的热推。这里是老 K 足球新闻，一个有温度的足球频道，咱们明天再见。